认识游戏音效。有人说，一款游戏的组成，程式是骨，企划是肉，美术是皮，那么音乐与音效就是灵魂了。在这里，老师将带你慢慢的贴近这个灵魂，你会发现，原来你也拥有创造出美丽灵魂的奇妙能力哦。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林子老师，这里我将带领大家初步认识游戏音效的世界，请同学们竖起你们的耳朵，让老师带你进入这个奇妙的灵魂世界。在开始之前，我们先静下心，听一段音乐。这个音乐可能有点长，我们慢慢的听，听听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呢？听到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呢？除了音乐，相信你还有听到其他的叫卖、交谈声、大船的汽笛声、小船的当当声。这感觉是不是很像某一个热闹的商港呢？音乐在后面取代的会是更多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就是称为音效。音效与音乐不一样，音乐用于聆听，为画面增添氛围，而音效则是赋予这个环境更真实的感受。刚刚说到音乐与音效，许多人都会将两者放在一起说，其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内容。音效设计师负责将画面该有的声音合理化的呈现，这包括环境音效、人声音效、动作音效等等，通常与音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说到音乐的部分，就会牵扯到作曲、编曲、录音、混音等等较为专业且复杂的工程。音乐的部分往往需要拥有作曲能力，对于各种演奏、乐理结构、节奏的原理都需要能够掌握，才有办法成为一个作曲编曲者。音效则不需要。但是音效设计师与作曲者这两者又必须要常常合作。怎么说呢？作曲者的音乐，当他的音乐产生的时候，音效设计师常常必须要参考配合这个乐曲来做适当的声音，这样子当音乐与音效同时出现的时候，才不会发生互相冲突打架的状况哦。刚刚介绍了音效设计师以及作曲者，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更特殊的职位，这个职位就是音乐音效制作人。音乐音效制作人的工作是什么呢？通常这个制作人他必须要懂音乐，他也要懂音效，他才能够整合整体游戏里面的所有的声音效果。这个是制作人必须要懂的东西。最重要的，他必须要了解产品内容。产品内容就是这一款游戏它是什么样的游戏，怎么玩，他全部都要了解。接着是了解玩家历程。什么是了解玩家历程呢？例如，玩家在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花多少时间，大概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输入他的账号密码。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登录音乐或音效的时候，就要依照玩家可能的停留的时间去设计我们的音乐与音效，这样子使用者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才不会觉得音乐很烦躁，或者是觉得音乐怎么没完没了的感觉。接下来要设定音乐的风格，这个音乐的风格除了要了解产品内容以外，制作人也必须要针对音乐去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譬如说这款游戏假设是世界大战的游戏，那它的音乐风格要停留在什么时候？它绝对不可能用古典音乐的方式，因为这个痛调不对，所以呢，它可能必须要用二战的背景当音乐，然后它可能要用比较军事化的感觉。如果这个游戏是设定在古罗马的大战，那它可能要用一些古乐的风格，一些罗马时代啊、拜占庭文化的一些音乐风格。
它才有办法做出这款游戏相呼应的气氛。最后一个，它必须要懂 Unity。 什么是 Unity？Unity 就是目前时下最常用的电影、影片、游戏的制作平台，不管是美术、音乐、程式还是企划、数值，都必须要把相关数据输入到 Unity， 然后才能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让游戏里面的角色会动、有声音、有效果、有功能。音乐音效制作人除了要懂以上的东西以外，他还必须跟非常多人打交道，要开非常多的会议。第一个最常打交道的游戏制作人是游戏里面最大的，所以呢，他必须要了解制作人在想什么。接下来他必须要常跟企划开会，企划可能是设定角色数值，决定玩家在这个画面停留多久，决定一场战役要打多久，决定打一个 BOSS 要有多难，要打多久。因此他必须要跟企划常常的沟通，才能够顺应出音乐与企划的一个相互结合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美术，为什么要跟美术做讨论呢？因为在游戏里面，尤其是动作游戏，有许多美术特效，譬如说主角发一个招式，就会有许多的声光效果。那这个声光效果就要由美术来提供动画，那我们音乐音效设计师才能够把配合这些动画去做很多的声光效果，去配相应的声音。因此他必须要跟美术密切的配合。还有就是程式人员可能会以为说跟音乐音效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当音效出来的时候，还要从左边出来还是从右边出来，是不是要由远而近，这些东西可能会在 Unity 上会需要程式人员的协助。一个好的程式人员，他会顾及声音的效果、画面的成像是否跟画面有一个相呼应的一个自然的关系。所以音乐音效制作人必须要常常找程式去讨论这个音效的表现要怎么做。来，最后一个就是行销人员。行销人员虽然是属于营运的部分，但是因为他会很关心产品的状况，因此他往往会关心美术风格啦，关心音乐音效的状况啦，好不好听啦。那这个时候呢，音乐音效制作人他就必须要跟行销那边配合，看是不是之后有需要做一些广告音乐，或者是一些广告影片这样子。好，我们都开了这么多会议以后，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进入制程。首先就要开始发音效，音乐音效制作人就要开始教音效设计师这个音效要怎么做，大概有哪些东西，那有哪些素材，甚至于美术那边是否提供了动画，这个部分要交给音效设计师去做。接下来音乐的部分要交给作曲者。音乐音效制作人在了解了产品内容，了解了玩家历程所有的描述需求，他就要把这个作曲的内容告诉作曲者。作曲的内容包括曲风、描述，然后要用什么乐器，这个音乐的结构是什么，它要有几段，音乐的高潮要放在哪里，那这个音乐是否要重复，都是由音乐音效制作人做决定，然后由作曲者按照音乐音效制作人的需求去实际的做。林子老师目前就是音乐音效制作人，那现在身后有很多的团队。我想当你成了音效设计师或者是作曲者以后，慢慢的你也会开始接触一些比较圈内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可以朝着制作人的方向来进步。认识游戏音效。什么是音效？当当，同学们，课程开始咯。这里林子老师将分成4个章节作为解说。1. 认识音效。相信大家对于音效这个名词既熟悉又陌生。音效包含哪些范围呢？又有哪些地方会用到音效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有很多会用到音效的地方，这里就带同学们了解在我们的周围有哪些是音效的范围哦。2. 音效的来源与工具。
理解了音效的使用范围以后，是不是很好奇音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在这个章节，林子老师将一一介绍各种音效的来源与制作方式。许多音效的来源都会让你感到很惊奇呢。3. 我需要哪些基本能力？知道了怎么做音效后，那么同学们一定会有疑问：我也可以做音效吗？我需要什么样基本能力呢？对于同学的疑问，林子老师将以最简单明确的方式回答同学们的问题。4. 未来发展潜力。原来我也可以做音效，但是这门专业的未来前景看好吗？放心，林子老师在这里也会告诉同学们有哪些业界会需要音效师。另外，在未来的课程中，老师也会循序渐进的以实际软体的操作，教会大家如何自己做出一个超炫的音效哦。认识游戏音效。什么是音效？相信同学们一定看过漫画，漫画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当需要表现声音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林子老师私底下称它为视觉音效。其实这个就是用视觉或者文字来想象声音的无声音效。这也是一种用眼睛来理解的音效。在漫画、在海报以及早期的无声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虽然实际上听不到声音，但是用画面的方式向观众传达目前场景的情节正在发出什么声音。接下来，这是一个高跟鞋走路的音效。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幕后的制作方式却让人啼笑皆非。先让我卖个小关子，稍后会展示给大家看。这类有关于动作的声音，可以说在音效界是使用最广的。只要有牵扯到任何会动的物体，就需要搭配各种音效。除了动作，我们周遭也充满了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声音，例如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的声音可以让我们的画面更逼真，仿佛真正融入了那样的世界情境中。人声，只要有人，就会有属于人的声音。人的声音百百种，有男人、女人、大人、老人、小孩，有哭有笑，有咳嗽或打喷嚏。这些声音都是画面中人物应该会出现的声音，而这些声音的出现，往往要看该角色的年纪、性别，甚至性格，还有长相，来选择适合他的声音。还有一种声音我们最喜欢了，当然就是物体所发出的声音，听听看。哇，这个声音大家都喜欢吧？这些声音来自生活周遭，也许是机械声、物体的掉落声，也要看画面，制作出与画面相配又合理的声音。认识游戏音效。哪些地方会用到音效呢？鬼片大家都听到恐怖的感觉了吧？这里林子老师用恐怖电影做例子。许多恐怖电影真正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其实是音效。最前面老师有提过，声音可以增添气氛，给予画面更立体真实的感受。恐怖电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何让恐怖电影不要那么恐怖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声音关掉，恐怖感就马上消失咯。既然我们说的是游戏音效，就一定要说到游戏啦。这个游戏大家一定超熟悉的。
里面除了耳熟能详的音乐，它的音效也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成了这款游戏的重要声音标志。一听就知道啊，超级玛丽嘛。早期的游戏音效尚未发达的时候，多半是用简单的8bit声音，音色非常单调。但是当时有许多厉害的作曲者，却可以利用这些单调的声音，模仿出各种节奏鼓，或是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游戏音乐音效来。一款游戏若没有了音效，就好像一盘好菜没有调味一样，不仅失去了游乐性，也将失去许多来自于听觉上的响宴哦。动画早期被他们称为卡通，动画就如同电影一样，充满了各种声音。其中，老师以《顽皮豹》这部动画作为例子。这部动画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在声音表现上，它完全以音效为主轴，配合画面中角色的动作及故事情节，以有趣的声音来作为表现。在一个完全没有对话口白的影片中，要以音效完全展现出故事性，就是在考验音效设计师的功力了。音效的来源与工具。来源1，罐头音效。顾名思义，罐头就是现成可以使用的意思。它的来源非常多，目前最多的大概有以下几种哦。网页下载，网络上有许多免费的或是付费的音效资源，通常在网页上可以试听，然后下载。另外一个就是音效素材包，其实也就是音效大补帖。许多厂商将各种声音分门别类，以光碟的方式贩售，就像素材包一样。在这里，林子老师特别提醒同学们，虽然罐头音效非常好用，但是它毕竟是罐头，就像食品罐头一样，打开来就可以食用，但味道可能不怎么样，甚至可能会显得很突兀，没有那么适合。若是要让它更完美，最好还是要经过整理，才会更适合，声音也不会那么奇怪哦。来源2，自制音效。这个呢比较有技术性，也是比较困难的来源，因为会牵扯到录音工程与各种硬体设施，也要有相对应的环境才能够制造音效。虽然困难，但是做出来的声音才会更贴近画面所需要的。在这里，林子老师大概介绍一下这些音效是怎么做出来的。前面老师卖了一个有关走路音效的小关子，关于人类的走路。因为人类是2只脚交替着地，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请真人直接穿上鞋子来直接走路。你不要以为影片中婀娜多姿的高跟鞋声音就是漂亮的女生走出来的哟。常常这些声音是音效师穿上高跟鞋，在对应的板子上踏出来的。有没有很幻灭啊？就像这样子的音效师哦。除了真人实际走路，也可以用木块、石头等物品敲击，产生类似走路的脚步声。有些音效师比较懒惰，偶尔也会用单音的声音相互穿插，制造出2只脚走路的效果。你相信吗？蔬菜也可以做音效哦。芹菜可以做什么声音呢？答案是
骨折，很意外吧？许多武打动作片或是遇到骨折的情节，就会用折粗梗芹菜来发出类似骨头断裂的声音。下次吃芹菜的时候折折看，看你的骨头会不会感觉很痛了？好，这是一卷薄铁片，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制造出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闪电声，要知道录制真正的闪电其实并不容易，得看老天爷什么时候要打雷，而且有谁会拿着录音设备，冒着淋雨的危险或是触电的危险去等待打雷呢？我想自己制造出雷声可能比较快吧。当你用力的甩动这个薄铁片，它就会发出类似雷声的声音，可以依据甩动的幅度与力度，制造出各种需要的雷声。当你微微的震动铁片时，可以做出远方天空渐进的雷声效果哟。工具分为软硬体两种，老师在这里做简单的介绍。有关于音效合成的工具，市面上有非常多软体，老师在这里就列举2样最好上手的软体，做个简单的介绍。Adobe Audition 是 Adobe 公司旗下的声音编辑软体，原则上这软体没有中文，但是市面上有许多可以免费下载的外挂中文，可以帮助同学们在初次操作时免受英文不好的困扰，可以很快的上手。这套软体功能齐全，操作简单，除了编辑声音档以外，也能透过外接麦克风或是外接硬体音源做直接的录音哦。之后老师会以 AU 作为主要的音效教学示范，想继续学习的同学们可以开始准备咯。Goldwave 这是一款免费的声音剪辑软体，有一点阳春，功能虽然没有刚刚介绍的 AU 来的齐全，也没有那么直觉，但是它是免费的，且容易上手，也是剪辑声音时很好用的软体工具哦。硬体设备 MIDI 键盘，这个看似钢琴的键盘可不是给你弹琴用的，它就像电脑键盘一样，只是它输入的不是文字，而是声音。每一个键都有多种功能。MIDI 键盘是输入性质的硬体设施，有些键盘本身附有音源，例如钢琴声、吉他声、打击乐或者各种效果音等等。但有些较为专业的键盘本身并没有带声音，需要透过音源包才能发出声音。音源包是一种软体，将真实乐器或声音录制成一套声音系统，这部分老师会在以后的课程详细解说。MIDI 键盘不管是本体音源或是外在的音源，都可以将声音数据输入电脑内，再进行修改或混音。外接式录音卡，它不是一张卡，而是一台小机器。每台电脑都会有内建音效卡，作为发出声音的依据。但是这个录音卡比音效卡好用多了，它拥有音效卡的功能，又有音效卡所没有的特殊能力。录音卡是 MIDI 键盘的好朋友，没有它 ，MIDI 键盘就只剩下一半的功能。因为我们用手指按压 MIDI 键盘而发出声音时，从键盘到电脑，再从电脑到喇叭，及时传到你耳朵里的这一段路程，对电脑来说路途有点遥远。若没有录音卡，只用一般的音效卡，你听到的只会像是回音一样被延迟的声音。这对录音需要及时同步听声音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声音是即时性的，延迟不得，此时录音卡就是最大的帮手。录音卡一般来说并不会太贵，对于初入门的同学们不会是太大的负担，而且它也是更好的音效卡呢。我需要哪些基本能力？介绍完以上，同学们一定会担心自己是否可以胜任游戏音效师这个工作。别担心，慢慢听老师说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努力一点，你也可以是游戏音效师。
首先，你必须要有一对灵敏的耳朵，这不是废话哟。因为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耳疾，没有听不清楚声音的困扰，基本上你就过了一大关。耳朵是声音工作者绝对必备的最原始的条件，可以分辨声音的高低、大声小声、远或是近，以及对于生活周遭各种声音的敏感度。多观察身边的各种声音，善用你的耳朵与听觉，大脑自然就会对声音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对于声音节奏的感知，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节奏感。大自然、生活界处处都有节奏，节奏感不是音乐系的学生专利，平常我们就可以自我训练节奏感。走路的时候可以有脚步的节奏感，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自然的打拍子，下雨的时候屋檐会滴水，水龙头没有关好时就会有水滴的节奏产生。良好的节奏感可以在编辑声音档案的时候正确无误的做出合理的节奏，声音听起来才不会觉得不自然。这部分之后也会在后面的课程中详细的说明。未来发展潜力，了解了这么多有关于游戏音效的事情，这样的专业是否有未来的潜力呢？其实生活中处处充满声音，尤其是现在属于数位多媒体时代，声音与影像的表现到处都有。当同学们学会了如何制作音效，如何剪辑编辑声音，那么就代表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去做咯。游戏音效师为一款游戏设计声音，再令人兴奋不过了。目前展现平台的很多，不管是端游、手游还是单机游戏，都很急需游戏音效师。同学们以后玩游戏时，不妨多注意聆听游戏里面的各种音效，多多的学习。电影音效师，电影是目前表现故事、小说最直接且普通的多媒体之一。作为电影音效，比做游戏音效还要复杂许多，但是成就感也高出许多。做电影音效往往工作时间非常长，常常是数个月或者是数年不等。声音的来源也多以实际录制声音为主，很少人电影会用罐头音效，因为这感觉太廉价了。若能够成为电影音效师，是音效工作者最终极的成就。若同学们有这份野心，不妨脚踏实地的学习。有一天，也许你也能手拿专业大麦克风，在现场为电影音效收音哦。多媒体音效师，这就是比较杂项的工作。所谓多媒体，包含了电影、电视、动画、广告、短片、各种媒体平台等等大小不等、规模不同的呈现方式。刚刚以上所说的游戏音效师、电影音效师，事实上就是属于多媒体音效师的范围。多媒体音效师范围非常广，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会需要多媒体音效师来效劳哦。林子老师的音效入门课暂时先讲到这边，我们之后还有一项一项更多详细精致的教学课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利用这些课程，早日达到你们的梦想。音效工作其实没有想象的困难，只要你愿意多聆听，愿意多注意身边的声音，然后照着林子老师的步骤，你也可以做出非常好听的声音。那么同学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